到河边，一个男人正准备喝上一口泉水，没想到下一秒手中的杯子就被打飞出去。原来是一个猎人正在追杀他。男人见状，立刻躲到一棵大树后面。不甘心的猎人气得满嘴脏话，然后继续靠近，而男人则悄悄躲进了河里。就在猎人四处寻找时，男人突然从水面冒出，对着逼脸就是2击重拳，最后再来一个大电炮，将猎人重重摔在了石头上，当场就告别了地球。男人名叫杰克，曾是一名顶级拳手，自出道以来凭借着出色的格斗技巧从未败北，从没有人能扛得住他的凌空转体回旋踢。但在一次比赛中，他意外失手将好朋友打死，从此一蹶不振。为了逃避良心上的谴责，他孤身一人来到泰国曼谷，整日以酒为伴，荒度光阴。难受的时候就去打地下黑拳发泄情绪，本想着被人一拳打死一了百了，可事与愿违，这些人在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某天，他受邀去富豪们的游艇上参加一场拳赛，他凭借出色的格斗技巧打得对手节节败退。台下的富豪们看的是异常兴奋，一招夺命回旋踢直接将对手干倒在地。可对方不讲武德，冲上来就咬杰克的大脖子，这可把我哥给惹怒了，上去就是一套闪电5连鞭，将对方直接镶在了地板之上。杰克的出色表现被一个叫奥奇的富豪看中。比赛结束后，他找到杰克邀请参加几天后自己组织的一场拳赛。奥奇还告诉他，如果赢了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金，从此你的下半生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。但杰克对钱并不感兴趣，直接拒绝了他的邀请。回到家的杰克想到了死去好友的家人，为了弥补过失，他决定参加比赛。第二天，他再次找到了奥奇，并且还将比赛的奖金谈到了100万。没想到对方毫不犹豫直接答应。很快，奥奇带着杰克乘坐直升机前往缅甸的一个偏远山区，这里是由当地军阀管理的特殊地带。奥奇利用大量钱财贿赂了这里的军阀，允许世界各地的富豪在这里猎杀取乐。接着他开始向杰克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，有西班牙最强的斗牛士，某石油大亨的女儿玛丽，还有来自德州的凯文父子，经验老道的安德鲁，也有软件开发商卡森。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优异的成绩，但杰克对这些并不感兴趣，他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比赛，自己的对手是谁，还有比赛的场地在哪。而奥奇告诉他，这座方圆280公里的丛林就是擂台，而你的对手就是这几个富豪。随后还拿出价值100万的钻石扔给杰克，表示只要从这些富豪的手中逃到缅甸的边境，这些钻石就归你所有。听到这些，杰克感到不可思议，简直就是在玩命。还没等他进行反悔，富豪们就已经开始挑选武器，准备开始猎杀。为了给杰克做示范，他们还射杀了当地的2位居民。杰克立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想要离开，却被人拦住并推了回去。面对无数士兵的枪口，无奈的杰克只好拿着水杯，带着钻石向边境出发。丛林中，一个手无寸铁的男人正在疯狂逃跑，而身后则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富豪猎人在追杀他。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猎人，很快就发现了杰克的逃跑路线。杰克则悄悄潜入水中，大胡子安德鲁来到河边四处搜寻。突然，杰克从水中钻出，对着逼脸就是2击重拳，最后一个大炮子上去将其送去领了盒饭。很快，其他猎人也赶了过来，眼看自己处在不利位置，杰克迅速跳进水里，躲在了石头后面。瀑布上的富豪们不断地朝杰克射出弩箭，但都被我哥成功躲过。接着，富豪们又用手枪射击，但也没什么效果。最后直接拿出榴弹炮对准杰克的方向就射了过去，还好杰克身手敏捷，这才躲过一劫。但爆炸的冲击力也让他跌落山下，经过3万来圈的翻滚之后，最终撞在了大象的身上。杰克抬头一看，这竟然是个大象群。就在他害怕之时，一个女人突然出现，女人名叫莉亚，是这里的村民。看着杰克这副惨状，莉亚猜出他正在被追杀，因为他的哥哥曾经也被追杀过，至今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好心的莉亚决定带他走出边界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乡间小路，莉亚告诉杰克，只要一直向前走，很快就能抵达边境。杰克表示感谢后，刚准备出发，3名猎人居然骑着摩托追了上来。杰克临危不惧，护住身后的莉亚。面对冲上来的摩托，我哥话不多说，直接冲了上去，接着凌空跃起，一记云盾一字马，直接踹翻2人，然后嘱咐莉亚赶快躲起来，自己则骑上摩托引开另一名敌人。而身后的敌人则紧追不舍，并且还开启了摩托上的机关枪，对着杰克开始疯狂射击，但都被我哥轻松躲掉。敌人直接发射出无数榴弹，但身为主角的杰克怎么会轻易挂掉？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，最终成功躲过了所有进攻。随后，杰克立刻掉头，不再选择逃走，接着发射出围攻网，直接将摩托车铲倒在地。没想到骑手正是石油大亨的女儿玛丽。玛丽话不多说，就要和杰克单挑，双方开始近身肉搏。杰克怜香惜玉，处处留情，但玛丽招招致命，是要干掉杰克。我哥也不惯着他，直接一脚将其踢飞。另一边的莉亚也被凯文父子抓到，本想锻炼一下儿子的胆量，可儿子却对女人没有兴趣。老头还想实施暴行，但莉亚也不好惹，开始疯狂反击。当杰克赶来时，老头已被莉亚成功反杀。接着2人开始继续逃跑，眼看距离边境越来越近，却在一处路口发现一头烧焦的牛。2人突然意识到他们不小心走进了雷区，2人站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。而更倒霉的是，奥奇也带着同伙追了过来。他告诉众人不要着急，现在猎物已经被捆，接下来慢慢享受即可。可没想到小伙拿起武器冲进雷区，要为父亲报仇。杰克腾空跃起反手，就是一剑正好击中了小伙的肩膀。
而他手中的枪也随之掉落，砸在了脚下的地雷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产生了连锁反应，将周围的地雷全部解除。杰克和莉亚则趁机逃离了这里。随后二人来到一处山洞，发现了莉亚失踪的哥哥。原来他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，侥幸活了下来。于是三人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一起前往边境。这个男人一觉醒来，发现身上的100万钻石不翼而飞，而偷钻石的兄妹已经被富豪猎人们绑在了铁轨中间。此时的杰克也闻声赶来，就在靠近之时，他发现了富豪卡森正在偷偷录像。杰哥悄悄绕到身后，轻松将其制服，接着挟持卡森来到猎杀者面前，并用他的性命来交换莉亚兄妹。因为卡森是客户，奥奇为了客户的安慰，只好照做将兄妹放走。杰克让兄妹赶快离开，自己则压着卡森慢慢向前靠近，然后一把将卡森推了出去，自己则飞身一跃跳进了河里，成功逃脱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莉亚兄妹却被玛丽堵住。莉亚见状，直接将哥哥推入河中，自己则与对方单挑。两个女人在火车上展开了生死对决。别看玛丽精通多项搏击格斗技巧，但常年生活在丛林的莉亚也毫不畏惧。双方大战300回合之后，玛丽被莉亚直接踹下火车，当场领了盒饭。随后，莉亚跳进水里与杰克和哥哥会合。莉亚将偷来的钻石还给了杰克。原来莉亚偷取钻石是为了换回被军阀掳走的村民。得知真相的杰克没有过多计较。随后三人拉着浮木开始向下游漂流。这边的奥奇不仅知道了卡森偷拍的行径，还得知杰克已经拿走了储存卡，暴怒之下直接一刀将其送走。而另一边的杰克上岸后十分疑惑，为什么对方一直能找到他们。随后便在钻石的口袋里发现了跟踪器，他将钻石和储存卡交给莉亚，并让他带着哥哥前往边境，自己开上滑艇准备引开对方的注意力，反手就是一枪打爆油桶拖延时间，随后便快速向边境的方向出发，身后的武装部队也紧追不舍追了上来。此时的奥奇乘着直升机也赶了过来，眼瞅着杰克马上就要穿过边境，敌人一发流星火箭弹点燃了前方的房子，无奈的杰克只好弃船来到岸上，夺过一把武器，开始与附近的武装部队激烈交战。他一边收割人头，一边向边境桥冲去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杰克直接爬上了穿越边境的桥头。眼看对面就是泰国，没想到奥奇一伙早已在此等候。见杰克不肯露面，残忍的奥奇竟然用平民做威胁，一枪将其打死。随后又拉来一名男孩威胁他交出证据。无奈的杰克只好起身向他们走了过来。奥奇一看胜券在握，便派出王牌打手前去干掉杰克。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有点功夫，一点也不低调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哥可是身经百战的拳王，2回合不到光头就扛不住了。杰克一个右勾拳，一个左勾拳，咔咔一套组合拳，接着2记重勾拳，最后一个凌空转体回旋踢，将其直接撂翻倒地。奥奇一看我哥如此之猛，举枪就要射击，不料打中了光头。杰克趁机快速上前，飞身一脚将其踹翻倒地，然后按在地上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最后杰克拿起对方的手枪，准备将这个人渣送走。就在这时，缅甸的军阀却赶了过来，看到救兵的奥奇再一次嚣张起来，命令军阀将杰克就地解决。关键时刻，莉亚及时冲了过来，并将钻石交给了军阀首领，希望可以放过杰克。见钱眼开的首领毫不犹豫同意让杰克过境，但奥奇却非常不满，还满嘴脏话的抢过首领的枪，准备干掉5个。可下一秒自己却被打成了筛子，当场毙命。随后莉亚告诉杰克，他只给了军阀1半的钻石，还将剩下的钻石全部交给了杰克。故事的最后，杰哥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用这些钻石与莉亚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快乐生活。电影至此结束。